两个男人没见到自己的妹妹，却在医院大吵大闹，甚至一直撞急救室的大门。救命恩人拦着他们，他们不仅不感恩，却破口大骂恩人，就连外人都看不下去了。滚开！你当然不着急了，那又不是你妹妹。如果里面躺着的是二丫或者三丫，你还会不会这么说了？田学庆一把推开我没站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赵刚马上扶起了我。大妮，没事吧？赵刚上前拦住田学庆，你给放开，不让我打你。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呢？大妈是车祸伤者的家属，现场的急救可是从头看到尾。给我闭嘴！大哥，我们一起冲进去。大哥，二哥，你们就算为了大局好，也别进去行吗？田大妮，你给我让开，我不打你。看在你是我堂妹的份上，你再这么四六不懂，我真揍你！你揍谁？我揍我堂妹，和你个瘸子有什么关系？够了，田学庆，你犯什么浑？这里是医院，里面救治的是你亲妹妹，别人不闹，你自己闹什么闹？我怎么闹了？我就是想进去，你拦我干嘛？田大妮，你给我滚！看热闹的人都忍不住了，火气最大的就是护士。我真是看不下去了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着急你妹妹，就能对你妹妹的救命恩人这么说话，还对她动手，你真是只白眼狼。田学庆愣住了，你妹妹在客车中被铁管把手插进了大腿里，医生都要对她截肢了，是你这个堂妹坚持不许，甚至写了欠条，才让人拆车救出你妹妹，才不用截肢的。你倒好，来了不分青红皂白，对着人家又推又喊的。他要是想要害你妹妹，有得着这么费劲救你妹妹吗？田学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小伙子，你别这么激动，你堂妹真是为了你妹妹好。这急救室医生给你妹妹救治呢，不能进入打扰。我们都是那辆客车伤者的家属，我们家人在里面救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进去。是啊，你这又吵又闹的，不止耽误了你妹妹的救治，还影响了别人。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也是太担心我妹妹，对不起打扰大家了。算了，你们这种心情我们也知道，放心吧，你家妹妹没事。护士见田学庆不闹了，走廊中就剩下4个人。大妮，刚才是我们太激动了。没事，你们也是关心则乱。对了，你们怎么找来的？你们是知道田老四带走大局了？是，我今天算是看透这一家子都是什么人了。今天早上我俩就被骗去砍柴了，回来的时候奶拉着我不让走，这样我就感觉不对，逼着我爸说出来，大局被我四叔带走了。追到半路听到客车翻了，我和我哥这心都不是一个了。哎，前天大娘找过我，说让我同意将二丫和四叔走，可是四叔找的那个人，赵刚特意在市里打听了，那人都40多岁，酗酒家暴，我也一五一十给大娘说了。我现在说这些，就是给田老汉上眼药。我爸妈怎么能这样？他们知道那个男人的情况，还任由田老四带走大局。警方是最后一个找到大局的，之前这小姑娘都是昏睡的，而田老四早就被救出去，也是清醒的，都要收队了，他也没有说过一句大局在车里。我看了赵刚一眼，我杀了他去。二哥，你杀了他能怎么样？你不偿命吗？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现在重要的大局。大妮，那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二哥，我说这句话也不怕你觉得我在挑拨，那个家早分早好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一家5口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，我们不比别人差，凭什么过得连猪狗都不如啊？分家，我一定要分家。学庆，你不怕气死爸啊？大哥，大妮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你觉得不对吗？你真想咱妹再被出买一次，还是想爸妈病了没钱看，在家等死呢？二哥，这件事情不能急，大伯重情义，但是骨子里很传统，爷爷和他那些弟弟，在他那里要比大局重要的多。那大妮，你觉得怎么办？这样，一会我们和那个医生商量一下，诓下大伯他们，就说大局的腿残了，这样不仅可以让大伯内疚，还能让四叔没办法再打大局的主意。这主意倒不错，只是大局腿不好的名声传出去，以后说婆家好说吗？等你们分家了，你和二哥都能干，大伯和大娘也不懒，条件好了，大局找什么样的找不到，总比现在再被出卖的好吧？也是，可是诓骗完大局腿残之后呢？咱奶的性格，如果大局的腿不好了，他甘心养着吗？肯定天天打骂，到时候大伯心中就越失望，老实人承受不了，发怒了才是最可怕的。只有大伯自己想通了，分家出来，你们才能好过来。一时间之间，兄弟2人心中充满了感激。等田大局被送到普通病房后，病房里涌入了很多记者。2位，这次的客车翻车事件，上面很重视，你们2个都是见义勇为的英雄，不知道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和我老公没有感觉我们是英雄，我只是遇上了，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不错，其实在现场的人谁都是英雄，他们都在努力的去帮助别人。我和我妻子唯一比大家强一点的，就是恰好懂这些事情。其实除了每个人之外，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背后的祖国。警员们有条不紊的救援，还有的医生在急救室出来，他们还没有喝一口水，吃一口饭，最暖心的，上面真的很体贴这些农民的困难，及时的下了很人道的命令，有钱无钱先救人。所以真正的英雄是所有人。我怀疑我不是爸的儿子，他不仅把自己孩子卖出去，甚至还用迷药迷晕带走。
在家宁愿让我们挨饿，也要把白米饭送给他20多岁的弟弟。我仅仅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说我不懂事。薛冰、大妮，你们两个是大的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爸，我们怎么不懂事了？薛庆，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你们的奶奶，你们怎么能那么和她说话呢？她就算是想要吃点也没啥，她毕竟是一个老人。爸，我们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孩子？这话怎么说的呢？你们肯定是我亲生的，看你们的样子也知道啊。你看你这孩子，这是干嘛呢？吃饭怎么的？你不会也要抢走，给你那好弟弟吃？吃吧，吃吧，多吃点。你们大妮妹子的做饭手艺好，做饭香。刚吃完饭，徐老太又来了。我看见田老汉就知道重头戏来了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河啊，我和你妈来看看大局，他怎么样了？爷爷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妹个腿不行了，怎么那个男人还想要一个爵子啊？要的话就带走，我不拦着了。混账东西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关心一下自己的孙女，还出错了。大河，不是我做父亲的说你，看看你这2个儿子被你教的，真的是不行啊。爷，你别说我爸了，我爸是不行，他没教出能出卖自己侄女的儿子来。田老汉抬起手，挥动烟幕仓，打在了田学庆的肩膀上。田学庆怒视着田老汉：“你个不孝的东西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？你这么大不知道吗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”田学庆上前就要大喊，我一把拉住了他：“二哥，你干什么？大妮，你走开！二哥，你忘记这里是大局的病房了吗？你看看大局，看看学兵哥，还有大伯，这些你都忘记了吗？”田学庆呆了一下后，想起来昨天说的话。混账东西！田学庆火气又升起来了。二哥，爷爷刚才的话没有什么错呀。田学庆呆住了。二哥，爷爷说的话确实没有错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祸从口出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自然要好好掂量掂量。这就好像是另外一句话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也要想得清楚明白。田学庆再次愣住了，下一刻扬起笑意。这么说，爷爷说的还真没错。说话之前，做事之前都要想一想，别做了缺德的事情，听不得别人说。爷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，我道歉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不孝的东西！老头子，田大河，你就这么看着你儿子气？你爸爸，你是想要气死他吗？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！学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非要气死你爷爷吗？爸，我说什么了？我怎么气到爷爷了？何至于我认错还不行了？田学庆的话明面是认错的，可是实际呢，那是挤兑田老汉呢，谁都能听出来。说出来了，就代表承认了田思文拐侄女的事。爸，你先别光管我爷爷，你先回答我这个儿子一句话：四叔带走大局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知道大局在车里被找到的时候还是昏迷的，是被警察找到后救醒的？爸，你是我们亲爸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大局被迷晕了，被带走了？看你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你是知道的。你看着你亲生女儿被带走，你真行，你真是我亲爸啊！我这也是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，你对他们尽孝，你听他们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大局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，他一辈子毁了。爸，你看看，你好看看，这是你亲生女儿。事情过后，爷爷奶奶呢一早上来了，是来咒骂大局是克星，克到了四叔了，还在这里不停的辱骂着。那时候你在做什么？田大河不敢看他，也不敢看大局。我妹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你们心里面清楚。告诉田思文，这件事情没完。我和我大哥明天就去厂子找他厂子的领导，我就不信这件事情没有说理的地方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凭什么去你四叔厂子闹？他带大局出去也是好心，是大局他自己没有福气，你怪谁呀？为大局好，那个男人娶了3个老婆，打死了1个，打跑了2个，就他田思文不要脸的东西，出卖自己的侄女，他还要不要脸？徐老太和田老汉愣了，他们没有想到田学庆已经都知道。是你说的？你从哪里听的这些混蛋话？这么诬赖你四叔？爷，我是不是诬赖？你说的不算。那个男人3个老婆，打跑2个，打死1个的事情，四叔的厂子里和周围的人都知道，只要去顺便找个人问就能问出来。行了，爷，别想办法自圆其说了。你要是想要我和我哥今天就去厂子，你就在这里闹，别让大局好好休息。哎，我们走。怎么回事？爷奶今天的战斗力减弱了啊？咱也感觉达不到目的了，自然走了。目的？他有什么目的？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发怒。田思文没有什么事情，大局却伤得这么重，你爸爸不说什么，心中肯定是怨恨的。所以爷爷今天来就是为了抓住你一个把柄。抓住我把柄？不错，爷爷知道你性子一点就着，所以特意要激怒你。如果你动手打伤他，在大伯那里，他就可以上演一出苦肉计，让大伯心中的那道砍过去了，这就不了了之。我说呢，爷爷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呢？以前不管怎么样，他对我们这些孙子还是做样子的，今天突然就动手打我，原来打的是这么个主意啊！是啊，所以啊，我常常说，我们的那个爷爷是蔫坏的，一不留心就上当了。你以后要小心一点。
我沉睡了整整7天7夜，只因在梦中我不断地进行手术。我渴望醒来，却发现自己被迫必须完成100手术。由于无法醒来，连住院的妹妹也被赶了出来。难道是大局不好了吗？大妮也不算不好，但是情况不太理想。我说完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可好？赵刚，你说吧。几天前的清早，我发现你怎么叫都不醒，叫来一个赤脚的医生，说是太过劳累。我见你只是熟睡，就没有其他的举动。次日，有人带来了二堂哥的话，我那时候知道大局出事了。然后呢？大局怎么了？我知道你一直都担心大局，我去了医院，从二堂哥那里知道了一切。原来是因为手术费，大伯父子3人跪着求你爷奶给大局拿手续费，他们非但没有拿，还打伤了大伯的头。什么？我还没讲完，徐老太怨恨上了大局，趁着就大局一个人在病房的时候，他进去对大局大骂不说，还为了出气将大局从病床上拽下来，摔在了地上。大局的腿伤彻底的恶化了。最后是二丫决定卖首饰，卖完钱救大局，共卖了568。我将手术费需要的钱赎给了大堂哥，然后担心你就回来了。手术的时候，大堂哥和二堂哥要抬大局，就将钱给了大伯，让他去交费用。不想爷爷和奶奶截住他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这个手术钱被爷爷奶奶带走了。后来直接拉家里来了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豺狼？你别气，500块钱是一笔巨款，是我太大意了，我应该帮忙交上的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将钱给他们很正常的，错的是他们心太黑了。天快亮了，我去看看大局。吃完早饭，田大妮和赵刚往田家赶。到了田家门口，已经围了很多人。田老汉，马上把我妹妹做手术的钱给我拿出来，不然今天就别怪我。两人进去就看到田家的院和房，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地上。田学庆拿着木头桩子站在院中间，田学兵抱着马大花，田大河抱头蹲着。田老汉，我数3个数，你们不将我妹妹手术钱交出来，我就全砸了。你谁敢上前，我就打谁，咱们都别活。你们要不要试试？学庆啊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哎呦，我的儿子啊，你名声要不要了？你还没娶媳妇呢。哈哈，媳妇名声，我一个做哥哥，我保护不了妹妹，我还要个屁！田老汉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拿不拿？你不拿，我们这一辈子都没完没了。田学庆转身要去厨房砸灶台，在农村就是要绝交的意思。我走到田学庆的身边，大你二哥，你不要冲动，这样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你和赵刚借我妹妹的钱被他们拿走了，我妹妹也被他们弄回来了。昨天晚上疼到哇哇直叫，我是个粗人，我就这条命，我和他们拼了。二哥，不用拼，世间有很多种办法，不用非要赔上自己。赵刚，报警。报警？对，报警。大局没成年被迷婚被骗，这是犯法的。而大局手术的钱是我和赵刚拿的，上面写着专款专用，这就直接涉及诈骗。报警吧。院中安静了下来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凭什么说大局被骗迷晕的？分明就是他自己贪玩。还有那钱是我和你爷爷的，留给我孙子的，谁家甘愿为一个赔钱货花500-600？奶奶，这话你说的不算。就大局那天验血报告上清楚地记录着过量迷药的成分，再者有大局受害者本身的证词。钱的问题，借据上还有医院医生的签字证明。徐老太张大嘴巴，下一刻她坐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哭。我的天啊，快来看看这些挨切刀的，这么对自己的亲奶奶。奶奶，你继续哭。赵刚，二哥，我们走，报警。说完转身就要走。这是干什么的？大队长王立军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田老汉的哥姐们。田大妮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大队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是要找回我和赵刚的钱，其余的你大队长自己问。田大妮，你这是处理问题的态度。处理问题？我们是被害人一方，好心拿钱出来给堂妹治腿，结果被偷了。大队长觉得我们要什么态度？赵刚，不用废话，我们有没有证据去公安局说？行。赵刚拉着我就走。大妮，你别一出事就不留情面，这里的人都和你是亲人，不是仇人，这样是不是太过了？姑奶奶，就拿大局手术费这件事情，大局今年才10几岁，他腿要是废了，这辈子也就完了。他们做爷爷奶奶的，偷偷的把钱拿走了，还把孙女从医院抬家来，他们做的是人事吗？老三，你给我说实话，那钱是不是你拿的？田老汉浑身一抖，他对他的哥哥有着天然的畏惧。说话。我们没拿，大哥，你别听这个死丫头的话，他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拿的？老三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那钱你拿没拿？如果你再不说实话，我和你姐马上走，大妮和学庆愿意如何就如何，最后你也别求到我和你姐头上，我们不会再管。大哥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老四那边用钱，缺钱啊。你做的这是人事吗？马上拿出来还给大妮。凭什么？田大妮是我亲孙女儿，我做奶奶的拿她几个钱怎么了？田大妮，你去报警啊！你把我们送进监狱，你能有什么好名声？
我看看你几个妹妹，她们怎么嫁人。我眯起眼睛，徐老太也不傻，可惜的是她不知道的多着了。那就报警吧，3个妹妹嫁不嫁得出去，以后我们看着来。既然这样，已经不必再说什么。赵刚，我们走吧。我脚刚出大门，脑海中就响起了一个声音。为了拿到1瓶蜂蜜，我必须要治好断掉的腿，因为这蜂蜜有着神奇的效果，它可以生死，人肉白骨，就连头秃也不在话下。然而我现在必须要做2件事情。支线任务：第一，帮助大伯一家彻底分家；第二，帮助堂妹大菊做接骨手术，让其康复。第3次支线任务开始，完成时间限制3个月。我眼里闪过一道暗光，这东西必须要拿到手。大妮，都和你说了这么多了，你倒是给句话。二哥，你信得过我？大菊的腿我来治，而你咬定要田老汉还钱，如果不还就分家，500元钱当成一次性养老费，只要你信得过，我就这样做。大姑奶，这件事情你不要为难大妮了，她拿钱是为了给我妹大菊看病的，而且钱是在我爸那里丢的，这件事情本不该她出头，有话的都来找我说。大妮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那钱是你的吗？是我的钱，可是已经借给田学庆了，而且钱也在他接手后偷的，所以他比我有发言权。姑奶奶，钱是我借的，借完之后被田老汉拿走的。大妮心眼好，联系我妹子大菊才出头管这个事情。大妮还有3个妹妹呢，我怎么让她出面坏了名声？钱不给我拿回来，给大菊看病，我就报警。闭嘴，学庆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那是你亲爷爷亲奶奶，你怎么能对他们不孝顺，说出这样过分的话？爸，你还能让我更失望一点吗？你为什么把妹妹迷晕让他们带走？为什么将给妹妹治病的钱给了他们？为什么帮他们偷偷带妹妹回来？现在又为什么阻止我？那是你爷爷奶奶。那屋里躺着的呢？是你的什么人？将给我妹妹看病的钱还回来，我要救我妹妹，这个要求过分吗？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老三，把钱还回去。哥，不是我不给，是我现在真的没有钱了。思文那里出了点事情，需要1000多块，前天就被思文拿走了，思文又将钱都给别人了，我们现在手中真的没有钱。老三，你也看看围着的这些人，你家可还有好几个孙子孙女没成家呢？你是想要将自家的家风都败没有了吗？到时候你的孙子孙女还怎么找对象？田老汉眼中闪过了担心，心中很窝火。大哥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我的钱都给老四拿去了。如果我说一句谎话，我天打5雷轰，这样可以吗？他的声音中带着恨，恨今天所有逼迫他的人。学庆，你也看见了，不是你爷爷不给你拿回来，是他真的拿不出来啊。他将钱给了田思文，拿不出来，他就有理了。那我妹妹呢？大菊怎么办？田红树脸一僵，就是因为钱给了田思文，我妹妹活该没钱医治是吧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他是你爷爷，如果他有钱不拿，我们帮你。现在他是没钱拿出来，天下无不是的长辈，你还非要逼死他吗？大爷爷，你的意思是就这么算了？当然要这么算了。家和万事兴，天下无不是的长辈，你们骨肉血亲，不怎么算了，你还非要弄出点事情来啊！我简直是想笑，刚刚还正气凛然的，现在就变了。天下无不是的长辈，这句话简直就是狗屁！明知长辈们有错，还不加以纠正劝导，这才是最大的不孝。够了，够了，大爷爷，你别逼我二弟了，我妹妹已经废了，现在还要逼废了我这个弟弟吗？钱我们不要了，分家吧，让我们分家吧。分家这2个字，院中的人全部都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你说什么？大和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你可是长子。田大和看向2个儿子，脱下鞋就打下去。我打死你们2个不孝的东西！分家！我看你们在分家！我打死你们2个口无遮拦的东西！田大和打了很久，打得都下不下去了，他红着眼睛。你们还分家不？你还要儿女吗？田大和整个人错愕了，傻傻地站在那里。爸，大菊已经被这个家给害废了。你看学庆现在这个样子，学庆能和田老汉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你还想学庆也废了？我不想啊，我不想啊，我就是孝顺你爷爷奶奶，咱就成这样了。我怎么了？我亏妻者百财不入，愚孝者百事不顺。大爷爷，分家让我们担过，今天不分家，我们兄弟2个带着大菊也是离开这个家，我们兄弟2个就用一辈子陪他。田学庆坚定地说道。徐老太再多的谩骂也无可奈何，最后他们同意分家。田老汉让他们净身出户，田学庆带着家里人住进了牛棚。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有房子不住，非要来这里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闹。妈，那叫好好的日子，你别念叨了。大妮，赵刚来了。
田大妮对他笑笑，马大花竟有几分责怪，这是跪久了竟还站不起来了。大妮，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没有，大哥二哥，马上就要到冬天了，你们住这里也不行啊，不如去要个房产，建个草房住着吧。我也想，只是大妮，我们净身出户的，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建个草房怎么说也要20多元钱，我们哪里弄去啊？我和大妮手中有些钱，可以先借给你们用，等到你们宽裕了再还。你们已经帮我们很多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二哥，你为别人想也要为大局啊，建个草房，这一个冬天最起码能过去，来年开春分出你们5口的地，你们都是勤快的人，以后差不了。田学庆看向一边死气沉沉的大局，一边的田大河突然炸了。爸妈骗妹妹喝迷药粥，妹妹转眼间被害断了腿。爸妈不带妹妹去治疗，却在一旁怪我带妹妹去医院，我借钱带妹妹做手术，然而爸爸却转头把钱给了别人。我再次借钱的时候，爸爸却在一旁疯了。这个家以后我也别说话了，以后都你们兄弟当家做主吧。赵刚护住身边的大妮，而田学庆看向田大河，你别那么看我，你再不服气，你也是老子生的，我一辈子清清白白的，老了，让你们2个王八犊子给弄得不孝不义。今天开始，你们2个有多大能力，你们就去用多大能力去，你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活不起，我去死，我死了，你们都好了。我皱起眉头，记忆中的大伯和大伯母不仅对我们姐妹笑过，还是偷偷给我们吃的人。可是你想要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我就是一个窝囊废，我连儿子都管不了。我这样的窝囊废，我不是只能死去吗？我死。屋里的人都看向田大局，脸色苍白，双目空洞。他看着田大河，真好啊，爸啊，我亲爸，你还有这一面啊，这一面多刚啊，多英勇啊！你死去啊，你去死在老田家，你死在这里去啊！你一辈子刚这一回，我已经这样了，算得还你行吗？你要死就死到老田家，你别坑我哥了，你给我哥点活路。你这个死妮子，你怎么和你爸说话呢？我打！田大局冷冷地看着他，怎么不打啊？打啊！你打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最恨的就是你们。你们干嘛生我啊？干嘛生我？生我养我就是为了糟蹋我是吗？你们那么为他们着想，你们和他们过去啊！要死死他们呢！马大花靠在木桩上，田大河也无力地蹲下。你们老是说东西少吃点，没什么咱不馋，可不是我不是馋，我是吃不饱。你说活多干点累不死，一家人别计较太多。可是我不是多干，我是累得要死了，我也要干。现在你们是不是要说姑娘腿没一条没事？马大花张大嘴巴嚎了起来啊！姑娘，你别怪我们呐，我们也没办法，要怪。马大花眼睛转着，视线落在我身上，要怪你就怪田大妮，我当初那么求她，让她同意二丫替你，她就是不同意啊。当初她要是同意了，这些都是二丫的灾，田大妮让我姑娘给你二妹挡灾。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呵呵，马大花，你真是不配为人母。我说完转身走出去了。自己懦弱，垃圾，不敢反抗，护不住自己的儿女，事发了就会推卸责任，找借口。你们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也真有脸。别拿什么孝顺说事，孝顺的人有的是，谁都像你们这样拿儿女的一生去孝顺吗？我呸！赵刚也转身离开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田学庆，我和大妮说的话好算数，想要建房子来找我们，我们不是看他们2个，纯粹是看你们兄妹3人。脸上火辣辣的，他看向马大花，哼，你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说这句不孝顺。但是我不得不说，你们要是觉得这日子过不了，活不了，就去田家。现在我们别的也不求，就求你们2人给我们点活路。我们最大才21岁，没活够呢。田学庆说完，转身走出去追赵刚。屋中安静下来，田大河恍惚地看着赵刚，追上了我。大妮，和他们生气犯不着。哎，我不是生气，只是失望。以前大伯和大伯母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好人，今天才发现他们。田学庆站在我们面前，大妮，赵刚，对不起，我为我妈妈的言论感觉到羞愧。算了，你是你，他们是他们吧。大妮，谢谢你能这样说。二哥，你不用太纠结这些事情，牵绊不好。你们已经分家了，以后家中的一切你和学兵哥说的算，这不是最好的吗？明天你和赵刚先将房子的事情敲定了，等我医治完大局，以后他也休养不好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听你的。我和赵刚回到家中，赵刚就将剩下的首饰和钱拿出来。我就卖了项链和手镯，卖了568元。大局那个手术费是545元，我给田学庆的也是545，剩下了23块钱，都在这里。我接过来，看着赵刚。赵刚，为了大局的事情，我们家先后拿出了600多，还有客车的维修的那个欠条，不知道以后要赔多少钱呢，真是对不起。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
再者，有500多是你们姐妹的钱。真正的男子汉，目光从来不放在妻子的钱包里。我找以前一个朋友，那小子有钱，不宰他宰谁？那个小子是谁？龙翔，我最好的兄弟，等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。我挑挑眉头，很熟悉的名字，在哪里听过呢？想不起就不想。几天后，天刚刚亮，大门就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。大妮，你给我开门！门外不止马大花，田学兵也来了。大哥，怎么这么早来了？田学兵还没回话，马大花就直接怼上来。田大妮，你个坏心肝的东西，我和你大伯以前对你不薄吧？妈，你来的时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只是来问问大妮，你怎么？我怎么了？还是我说的不是事实？田大妮，你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，你把我家学庆弄哪去了？一夜没回家，你是不是和赵刚那王八羔子将他害了？早上天还黑着，有人就敲响我家的门，说我丈夫谋害他儿子。可是前几天我才救了他女儿一命，甚至还把家里仅剩下的钱全给了他们一家。大伯母，你别信口开河。我信口开河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家学庆是不是被你家赵刚带走的？现在人呢？怎么不见？大伯母，学庆二哥和赵刚去打猎，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归知道，但是我家学庆一夜没有回来，我家学庆从来没有打过猎，你还串弄赵刚带着他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还不明白吗？田学兵，你还像一个哥哥吗？你弟弟都要让人害死了，你既然连个屁都不放了。大伯母，你担心学庆二哥，当初他被爷爷奶奶赶到山上挖野菜，一天一夜没回来，那时候怎么不见得你去和爷爷奶奶闹？现在你是真的担心学庆二哥，还是找茬来和我闹呢？马大花脸色变白了。妈，你真的是打着担心二弟的旗号来找大妮的茬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大伯母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说呀？那行，我来说。大伯母，你今天来找我闹，想要打压我，是因为这几天你心中不甘被儿女冷落，就自顾自的找理由，最后责怪到了我身上。今日你自认为的可算抓住我一个错处了，马上就过来找我的麻烦了。大伯母，我说可对呢？妈，我们回去吧。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眉头再次皱起来，是对两个人的失望。第二天，山村的小道上缓缓地走来一堆人。你们找谁呀？老人家，我问下，你们村子里有没有一对新婚夫妻？男的叫赵刚，女的叫田大妮。有啊，他们在村北头最后一家。你们找他们做什么？这是咱们市里的书记，这次我们来是来表彰他们夫妻的，他们两个都是这个。表彰他们两个做什么了？陈书记，您看，我们直接去那两个同志家吧。小伙子，然后前面带路，一行人向赵刚家走去。老人而后站起来，拄着拐杖走向大队长王立军家。这群人很多，秀水屯很少来外人，所以这一路很多人都跟过来了。请问这里是赵刚和田大妮的家中吗？赵刚走向大门，看着门口的人。我是赵刚，不知道这位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赵刚同志，这是市里的陈书记，这两位是电视台的记者赵小姐和孙先生。我们这次来是为了赵刚同志和田大妮同志那次仗义出手，救了客车上几十个乘客的事情。赵刚同志，我这次来是为了表彰你和田大妮同志的行为的。陈书记，你客气了，我和我妻子只是碰上了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。赵刚同志，你不用谦虚。对了，怎么不见田大妮同志？我在这里，家里没有好茶，诸位不要嫌弃。都说咱们秀水屯的水最为清甜，今日算是尝到了。田同志，我听说你一手中医出神入化，那天多亏了你抢救及时，才让伤者挺到了救援的到来。就像我丈夫说的那样，我们只是碰上了，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那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见义勇为的，我和赵刚两个人真的不算什么。哈哈，你们这两口子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。陈书记拿出一张纸条。田同志，我这次来其中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了将这个欠条给你。我接过那张欠条。我来的时候听很多人说过你们的事迹，知道你们两个虽然都没有上过学，但是都是识字的。这是昨日的报纸，我拿了一份给你们夫妻看看。赵刚接过了报纸，打开与我看去。双方聊得正开心，门外传来了兴奋的声音。赵刚啊，大妮啊，你们在家吗？他笑容满面的走上来，直奔陈书记一群人。各位好，我是秀水屯的大队长，我叫王立军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村子。陈书记一愣，而后笑着和他握手。王队长，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陈书记。我去市里开过会，有一次就是您主持的，那主持的那叫一个好啊，我听的是热血沸腾啊。陈书记笑着，不外乎拍陈书记马屁，哪怕陈书记将话题拉到田大妮夫妻身上，还是被王立军打断，拉回在自己的身上。陈书记只好起身和赵刚告辞。你们两个怎么就这么笨呢？看见人不会留吗？你们不知道那人是谁吗？那是陈书记，这要是说得上话，能给我队上带来多少好处？大队长，
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。人家陈书记公平公正的，怎么到你嘴里好像人家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呢？你真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成天就说的颠三倒四的。我觉得有些好笑，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，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。而孔子说了那么多大道理，就这句最烂。王立军转身离开，人都离开了，我也要去看看大局，毕竟支线任务还要完成。大局，告诉大姐今天的感觉怎么样了？最近好多了，也不疼了。大妮姐，我真的能再站起来吗？大局，你相信大姐，不管多难，我一定要你站起来。大姐，你真好。哼，说的好听，有本事你倒是将大局送到医院去啊！都见到大领导了，要是心中有大局，倒是和领导说2句啊，让大局回医院，就会完嘴。田大局目光微闪，抬眼看着田大妮。大姐，你真的可以让我回医院吗？是，如果那时候我说一句，你应该可以回到医院。哦，那大姐没有说，是因为大姐没说，有大姐的理由吧？大姐不想说就不要说。女儿一觉醒来就恨上了自己的父母，因为女儿腿断了，妈妈却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诅咒，就连医生救治女儿双腿，妈妈也说治不好。这时爸爸推门进来，一巴掌甩在了女儿的脸上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老子和你妈生了你，你的命就是我们的。开始我体谅你腿伤了，不想和你计较，可是现在看看你什么德行了，不敬不孝，谁教你的？哈哈，谁教的？你逼的。田大河又一个嘴巴，田大局嘴角渗出血丝。打，接着打，有本事你打死我。我打死你怎么样？养条狗还能冲着我摇摇尾巴呢？我养你这么大，就是为了让你恨我吗？你不是恨我吗？恨不得我们去死吗？今天我就成全你，我就打死你这个白眼狼。我听着这话，只觉得悲哀。或许他们永远都不懂，孩子从来都不属于父母，但父母永远属于孩子。我一把拉住田大河的手。够了，你这么有本事，怎么不对伤害你女儿的人去用？田大河一把甩开我的手。你他妈的给老子滚！你个搅家星，你怎么就不替那好样的死了？搅和你自己家不够，还来搅和我的家，好好的一个家被你搅和没有了。你什么他妈的东西，从老子的家滚出去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家现在有地方住，有粮食吃，是靠着谁？靠着谁？不是他个搅家星搅和我们分家，我们用得着他，他就是没安好心。你去听听外面的人怎么说我的，老子这一辈子的脸都没了，你们一个一个的还一副要债鬼的样子，没好脸色给我，你们都他妈什么货色？不想活的都去死啊！这田家的爷们都是一个味儿，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面子，靠自己妻子儿女的牺牲维护。滚，马上滚！我拿着药箱就往出走了。滚，别再来！我冷笑一声，一直到回家也没理会背后田学庆的叫声。大妮，怎么了？我看见学庆在咱家门口摇晃了半晌，我叫他进来，他直接走了。哎，别提了。大妮，田大和夫妻就是一对不知道好歹的东西，以后不要管他们的事情了。行，不管了。我刚说完，脑子就嗡的一声。啊，疼，好疼。大妮。啊，疼。大妮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去找人，我们去医院。赵刚。大妮，你别说话了，你等着我马上去找车送你去医院。不用去，没用。二丫和三丫冲了进来。大姐，我直接疼晕过去了。二丫和三丫眼泪不停的掉。破空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主人，我曾经就提醒你，只要接了任务就要完成，不要有任何放弃任务的念想，不然会受到惩罚。难道他们那么说我还有贴着他们，我没有做圣母的潜质？既然主人想要性格，那么可以选择放弃任务，但是要接受惩罚。什么惩罚？一命换一命，心痛换心痛。田大局的任务你放弃了，让疼爱他的家人心疼，那么空间的惩罚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，你将会失去一个亲人，让你长受那份痛苦。主人是否放弃任务？3秒选择时间。我心里直骂娘，这一点都由不得我选，果然是一阴一阳位置平衡，哪有那么多的便宜占？我在界面点了否，重新接受了任务，身上也不疼了。我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大妮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已经没事了。赵刚，二丫三丫呢？二丫在哄着小五和四丫，三丫在翻腾你的草药。你昏迷前强烈的要求不要去医院，我们不敢贸然决定，就将你放在家中了。这1个小时，我们真的担心坏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。什么对不起？只要你好好的就可以了。只是你为什么总是头疼了？我问过二丫，你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毛病啊。我沉默了，总不能说是系统惩罚吧。突然外面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音。怎么了？我去看看，你接着休息。谁啊？赵刚，是我，快开门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做什么？有什么事情明天说吧。大妮他们已经睡着了。赵刚，你快开门，我等不了明天。大局自杀了。什么？
我慌忙的拿着药箱就和田学庆走了。说着话，三人来到了田学庆家中。马大花正大声的哭着，田大河蹲在地上，人都死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谁说死了？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大局需要输血。上次住院的时候，我知道他的血型是 A 型。二哥，你和大哥来验血，谁合适谁就给大局输血。我把空间的输血器拿了出来，空间出品必是精品，马上抽血给田大局输血。过了好久，田大局缓慢地睁开眼睛，看见我后，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大局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才多大，怎么能轻言生死呢？田大局眼泪更多了，又闭上了眼睛。大局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说句实话，我妈难产没有人出手帮一把，那些人还惦记我几个妹妹，弟弟也差点丧生，给人求救，人人会说你们家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凭什么管啊？既然别人没有义务管，我们为什么在意别人说什么？那些狗屁名声是个屁。田大局的眼睛睁开了，泪花闪烁的看在田大妮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不在意谁说我不好，人的命只有一回，为什么要去死？活着，好好的活着，要比所有人都要活得畅快肆意，还要有去他妈的心态。我就要活着，只要活着，所有的事情才会有转机。一家子7口全埋在雪里，去找我一个手无缚鸡的女人去救人，关键还是邻村的人找过来。我刚在邻村不久，本村的人竟也匆匆忙忙找我救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不仅不理他，反而救治邻村的人。田大妮，快点回咱们的村子，咱们村里人被盗了的房子埋了。上前就要拉住我的手，赵刚一把拉住他。王力宏，你干什么？没看见大妮在治疗病人吗？治什么治？你耳朵聋了吗？是咱们村子要死人了，你们还不磕着咱们村的人来？我呸！你说的什么话？人是我先找来的，自然该给我们这边的。你找的你就有理了。田大妮还是我们村的人呢。田大妮，我就问你，你跟不跟我回去？我依旧没搭理他。行，你真行。田大妮，有本事你就别回秀水屯。我救治完红旗村的人就往回赶，刚到村子里，村里的杨大就拦在了我面前。田大妮，我操你姥姥的，你还回来干你妈的？你怎么不死在外面？赵刚拦在我的身前。杨大，你嘴吃粪了。李红可是说了，刚才让他回来救人都不救，拉他都不走。人家红旗村的人先请了大妮，你们都到这个节骨眼，就不能先让其他先生看一下吗？那现在回来有屁用？你们马上给我滚！没心没肺的白眼狼，你们回来干个屁！杨大，你识相的给我滚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对我不客气，你还是想一想，我会不会对你不客气吧？杨大，你简直就是找死！赵刚手一用力，嘎嘣嘎嘣的声音就响起来了。赵刚，你给我松开，断了，手断了。众人看赵刚的眼神都带着畏惧，赵刚只知道不拿出点真本事，恐怕还要被欺负。我们回家吧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我看他们谁敢欺负你。赵刚，我现在不能回去，我想要去看看被血埋的那个人。大妮，刚才他们不是说了吗？那人已经死了。我要看过才知道。赵刚，被血埋的伤者很容易出现假死状态。你确定？但是我不敢肯定这个人是不是这种情况，不过还是看了放心，毕竟是人命关天。好，那我陪你。被血埋的人是谁？现在在哪里？我呸！你少在那里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侄子已经死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现在知道看了，早干屁了，滚去红旗村舔人家屁股去啊！看我侄子看个屁！看来你是不受教啊，赵刚，你再敢打我爸一下试试？你们也可以打我啊，要是打不过就给我安静一点，我再听到他骂我的妻子，我就还打。大妮，既然你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不是什么好人了，何必还管他们的事情？我们回家就是。我一愣，这违背了我学医的初衷。大妮，不要再委屈自己，他们不配。好，我们不去了，回去了。赵刚扶着我转身就走，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：田大妮。我和赵刚转头看去，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被一个中年女人搀扶走来。田大妮，你不要和我这几个不孝的儿孙计较。我二儿子死得早，就留下一个独苗苗。那孩子虽然不争气，但是也是二儿子的唯一的一条根。所以，我老太太求求你，要是有办法的话，一定要救救他，不然我没有办法去见我的二儿子啊！杨老太擦着眼泪。大妮，你和我回去先去看看吧。如果是真救不回来，我不怪你。行，那我去看看吧。但是能不能救回，就看他的造化。好。杨老太拉着我就走，没走几分钟，一群人就来到了伤者家。只见房子稳稳当当的，这不是砖瓦房吗？何况也没有被压塌的样子啊！这好好的房子，怎么就压死人了呢？大妮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那孙子不争气，因为我二儿子去得早，也没有人给他起个好名字，都叫他二流子。他天天四处惹是生非，这场出血来得太突然，也没有人在意。我这个孙子喝多了，也没有人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地就睡在外面了。
杨老太说的脸都发热，真是臊得慌。谁家好人喝酒睡在外面？这孙子是真的不争气，可是再不争气，也是我的孙子啊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妮啊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孙子啊！我先看看人吧。杨老太点点头，让大儿媳妇送我进去。赵刚不放心，也跟着进去了。杨家大儿媳妇出来后，心中很是不安。妈，我们这样好吗？这不是太缺德了吗？胡说什么呢？难道你想要你侄子死啊？妈，我当然不想啊，可是我总感觉我们这么做太缺德了。二流子做了什么，我们也不是不知道，还让大妮去救他，我们多缺德啊！你闭嘴吧，这件事情你给我烂到肚子里，谁也不能说。哎，没有包住火的纸啊！闭嘴！大儿媳妇吓了一跳，杨家大儿媳看着屋中，又叹了口气。我走进屋中时，看到了那个要救的人。怎么是他？你认识他？我握起了拳头，又松开了握拳的手。赵刚在一边默默地看着。赵刚转头看向外面，那个杨家的大媳妇刚才的反应和神情也很奇怪，难道大妮和这个二流子有关系？不过大妮这么优秀，怎么可能和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男人有关系呢？只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偷了人，在生产时一尸两命。我不仅不帮助妈妈，却转头救了妈妈的仇人，只因这个二流子是妈妈的奸夫，而妈妈的死却和他有关。我平静后，慢慢地检查起来。许久，我叹了口气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好人不长寿，祸害活千年。这人是假死。我扎个针就能醒了。房屋外面，柳絮看着稳坐的杨家老太，心中佩服。从那件事情开始，他心里就没安过。那天二流子急忙地回来，我不是要害他的，我没有想过要害死他的，不关我的事情，真的不关我的事情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说什么呢？田家人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让我去轻薄大妮的母亲张敏，而张敏受到了惊吓，早产了。张敏就死在这难产之下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就是吓了他一下。杨家老太动手打了他，除此之外没有做什么。婆婆让她将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，再次见到了田大妮。江敏的死也再次让她想起来，感觉真是造孽啊！杨二流子是害死田大妮妈妈的凶手之一，却隐藏着这一切，还让田大妮救治杀母的仇人。时间过去了很久，我从房间走了出来。大妮，我家二流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没事了，不过他的手脚冻伤太过严重，要吃几天药，休养一段时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众人都呆呆的。杨大刚刚还对人家骂骂咧咧的，转头人家就救活了人，这脸打得够响。徐老太恶毒地看着田大妮，我说死丫头是白眼狼，你们还不信？有这样的手法，不可着自己村里的人救治，非要跑到他村去救人，就算我们村里的去求救都不好使。这是二流命大，也是命小的，现在可就是一条人命啊！村里人纷纷赞同这个说法，出声指责起我。我不太想搭理赵刚，我有些累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回去。赵刚扶着我往出走。大妮，二流我们看着都咽气了，却被你救回来了。想来你一定费了很多力气，我们怎么感谢你都是不够的。但是医药费我们还是要给的。行，红旗村的人，我医治一个人1块钱，药费1块钱。你和我是一个村的，我给你打个折，给我1块钱就行。杨老太愣了一下，拿出1元钱递给我，我还没有抬起手，一只手抢走了钱。大妮还是一个孩子，拿钱放不好，再丢了，我给她收着。这个徐老婆子越活越不像样了。老大，再给大妮1元钱。不必了，徐老太怎么说也是我奶奶，抢走了那1元钱，也等于是我拿了，所以我不能要了。我再拿了你的钱，就有些无赖的感觉。再见。说完，和赵刚走出了门。柳絮看着身影，妈，大妮对我们好冷淡，你说她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愿那件事情能隐瞒一辈子，不要被别人知道。赵刚一路跟在我后面，到家2人坐在炕上。大妮，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骗不了我的。赵刚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不能告诉我。赵刚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不想骗你，但是又不能说。那，大妮，你告诉我你能说的就好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的不对劲是在看见那个杨二流子后发生的。你和那个二流子有什么恩怨吗？我从炕上站到地上。赵刚，你知道我妈妈是难产死的，而我妈妈难产死之前，曾经被人诬陷过偷人，那个和我妈妈有私情的人就是杨二流子。这件事情有内情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不相信我妈妈会和那种人有什么关系。不是我不相信的问题，是我妈妈一定不会有。人家都说知女莫若母，同样知母也莫若女。我了解我自己的妈妈。我虽然没有见过你的妈妈，但是从事情的时间推理来看，你妈妈偷人这件事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妈妈是难产死的，你的弟弟确定是你爸爸的，你妈妈偷人的时候就是她怀孕的时候。
大妮，你干什么啊？赵刚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只是因为我妈妈而内疚。我怎么就那么笨？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是想不通。妈妈怀着孩子，那么大的肚子，怎么可能去偷人？我真是枉为人女。越想心中的内疚越来越重。而后我病了，外面雪又开始下了。我在系统中手术练习后，虚弱的躺着。主人，白场手术还有5场，5场之后主人就可以手术实体化了。不过，主人，手术系统的仪器你实体后你可以随便用，可是药品呢？你想到怎么办了吗？破空间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主人，你可以选择先完成一个任务，空间升级之后用选项开启，你可以开启药品。破空间，要是现在能升级的话，我还用和你说吗？主线任务医术，我还差赵刚的腿；主线任务事业，我现在还毫无头绪，你让我怎么升级？主人，你总是想将大局的手术放在了赵刚的前面，如果赵刚的手术放在大局的前面呢？主人，你一直将大局的手术放在前面，是因为你想要一封王浆，你看上了他100%痊愈的效果，你想要赵刚100%的好，而且你心底有着私心。我沉默了下来了，因为破空间说对了，我的私心很大。主子，你的私心太大了，这样的话你会失去最基础的判断，你要冷静的分析，而不是这样的一意孤行。这句话说完了，空间没有动静了，我呆呆地坐着，眼中闪过迷茫。听空间的意思，他是提议先给赵刚治腿的，完成主线的医疗任务，得到奖品后再给田大局医治。可是我不敢拿赵刚冒险，却可以拿大局冒险。女孩在大雪天里爬到了我家，只因她的2个哥哥不见了。然而女孩却只想杀了父母，因为女孩的父母自家都快没饭吃了，却把家里仅剩的粮食给别人。哥哥们只好在大雪天上山打猎。大姐、姐夫，求求你们救救我2个哥哥吧！我沉默不语，我也担心田学庆兄弟，可是现在上山真的很危险。大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你不想救我哥吗？我当然想救，只是现在不管是谁上山都会有危险的。可是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田大局看着我，我迟疑了。大局，对不起。大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这样自私的人，我看错你了。自私？你这样以为就这样以为吧。转身和赵刚走了出来，赵刚跟在身后勾起了嘴角。他为了我而拒绝了家人的要求，在他的心中，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。大妮，怎么了？大妮，我很高兴你能这样的对我，但是我知道你也很担心他们。我是担心，我也知道上山会有危险的，所以我不想你去。我想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去救人的，不一定要你去冒险。恐怕没有了，大雪封山，就是报警警员也进不来。我常年在山中打猎，如果小心一点，应该不会有事情。你还是要去？大妮，就算那2个人不是你的哥哥，就凭那是2条人命，我也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放心，等我回来。赵刚没有带任何人，自己去的山中，一晃3天过去了。田大局变得阴沉了很多，田大河和马大花搬回田家，从此2家变成了一家。也好，从此我田大局的心中没有父母了，我的父母死了，哈哈。大局，把自己过好吧。现在你的腿感觉怎么样了？大妮姐，我没事了。这段时间真的多谢你的赵刚。没关系了，这些都是小事了。怎么能是小事呢？大姐，你对我田大局简直就等于恩同再造了。而我以前那么的混，既然那么的说你，大姐，你不要和我一般见识。不会的，再者你也没有错，做妹妹的担心哥哥，你做得很好，那么远的地方爬过来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你好好休息。谢谢你大姐。我转身走出去了，田大局收起了笑容，扬起了不屑的笑容。我明白了，别人对我的好都是在演戏。第2天清早，我带着2丫在门口清雪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快来人啊！怎么了？大妮，你在就好，你快去村口！我的妈啊，那躺着4个人，其中1个身上还带着血呢。我转身快步地跑向村口。我站在村口看着地上4个人，脑袋嗡的一声。赵刚，牛粪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牛粪，大姐，你快来看看，牛粪它还会动，它还没有死。我搭上赵刚的脉搏，赵刚没死。大妮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快点救人啊！就是啊，这都傻了。我让村里人帮忙，将4个人都抬到了家中。2丫端着盆热水走了进来，牛粪虚弱地靠在墙面上。年轻就是好，再养几天就没有事情了。我一会开药，让3丫熬好了给你喝。这几日你就在这里养伤，养好了再回去。谢谢大妮姐。不用客气，你是陪赵刚上山找我2个哥哥的，说起来还是我们连累了你。只是你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为什么赵刚会伤得那么重？丹姐，我们找到学庆哥们俩后，发现学兵哥不行了，我们就连夜赶路，只能冒雪赶路。没想到学庆哥失足踩空了，赵刚哥拉上了他，而赵刚哥自己却掉了下去。原来是这样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你也不用担心赵刚，我会照顾他的。
我写好药方就关上门，独自陪着赵刚。主人，赵刚的腿再次骨折的地方，正是他前次接错骨的地方，想着正是手术的绝佳机会。破空间，赵刚的这次腿伤不会和你有关系吧？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巧合？赵刚受伤了，还伤在腿伤原先的位置。你就是因为我那些错误的心思，所以你让赵刚受伤，推动他手术提前。破空间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给我说话，你装死就能躲过去吗？那是雪地啊，怎么可能拉上一个？那个拉人的掉下去，你这个破空间就是你做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给我出来！主人，你这般的激动，是因为赵刚在你的心中真的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心疼他受伤，接受不了他因为你而受伤，而且关心则乱，你怕你手术治不了他的伤。咦，你是间接承认了，你害赵刚受伤？主人，我是空间，我能按照你的生活轨道发出任务，但是却无法去改变其他人的人生上的大轨道。前世赵刚本是孤独终老，因为主人逆天重生，带动着他的命运，改变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我因为他的解释平静了下来。主人，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现在你应该稳定心神，为赵刚手术，让他有痊愈的机会。我一定会治好你的，赵刚，你会相信我的，对吗？主人，你不现在手术吗？手术？我除了一套工具，我还有什么？我怎么给他手术？主人，你可以接受支线任务。可以做支线任务。破空间，你在治疗大局的时候为什么不说？主人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也不是我想要套路你，而是只有主线任务遇见麻烦时才能开启支线任务。哎，这是规定，我也没办法的。主人，你要现在开始做手术吗？我紧紧转动了转盘，就让我当狐狸精勾引我丈夫，只因我和丈夫结婚1年以来还未有夫妻生活，甚至都不能躺在同一张床上。丈夫不仅不怪我，还非常尊重我的做法。然而这次我必须勾引他10次，还不能进行到最后一步，才能治好他瘸了10年的腿。而我现在气得直骂人。哈，这什么呀？我说你们这是什么狗屁东西？这是人做的任务吗？你知道人和动物的区别吗？那就是人知道礼义廉耻，这些事情简直就是罔顾人伦。主人，这不是人家定的任务，是人家的顶头上司，人家怎么办？闭嘴吧！还人家什么？人家屁！这任务我完成不了。主人，你完成不了也没有什么，那我们就不做了，只是一切要恢复原样呢。什么恢复原样？你这个破空间又有什么坏主意吗？主人如果不接受的话，治疗赵刚的药物就没有办法弄到，没有药物，赵刚的手术就难以进行，到时候赵刚不死也要掉1层皮呢。我心中的火气更大，一个破空间还会要挟人了。不过赵刚确实是我的软肋。怎么样，主人？如果你不接受，你们夫妻可就没有机会恩爱了。唉。行，我接受。好的，主人，支线任务是要做狐狸精开始，是否接受？我看着眼前的字幕，气得差点吐血。是你这个破空间，说你们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相信，这是什么狗屁的任务？你们给我等着！一晃神一般，10几天过去了，田学庆3人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甚至连赵刚的手术也做了。赵刚笑着躺在炕上打着点滴。喂，你还笑啊？你听见了没有？外面人都说了，我在谋杀亲夫呢。哈哈。你要杀我，我这条命给你就是了。只是人家都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那啥，我这还没那啥呢，就要死。赵刚，你找死是吗？我错了，老婆，我错了。哼，懒得理你。没有发言，恢复得很好。老婆辛苦了。知道就好。牛粪3人得知赵刚的腿能好，心中都衷心的为赵刚高兴。田学庆兄弟俩也准备回去了。啊？回家？现在回家我们吃什么？对，我和你二哥已经好利索了。不能再在大妮这里了，他家也不宽裕。大菊，大哥和你说话，你听到了没？听到了，可是我舍不得大姐和二丫他们。和我们回去了，也可以看二丫他们。是啊，和我们回去。你想二丫，我们再带你来，或者叫二丫他们去。大菊，你懂点事，我们留下来只会给你大姐他们增添麻烦。反正我就是不想回去，我就是想要在这里陪着二丫他们。大菊，你怎么不懂事了？和我们回去。我不要回去，二哥不要让我回去。我要在这里等着大姐给我治腿，还有二丫他们陪着我说话。我回去了，妈只会骂我，我成天躺在炕上很孤独。兄弟2人对视一眼，又想到了自家的处境，我也理解，直接点头同意了。第2天，市委来人了，离秀水屯越近，关于赵刚的谣言越多。该死！你干嘛火气这么大？江先生，你不知道，我和赵刚是生死朋友，却不想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。这个女人真不是东西。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？既然拿我兄弟练手，等一会我见到我兄弟的。
江先生皱起眉头，他不太相信这些传言。几个人的脚步又加快了，不多时就到了赵刚家。龙翔见到赵刚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，才对我赔礼。一边的江先生才上前，真是金子在哪里都是会发亮的。一场大雪，你们两个又是救人的英雄，有句话说得好，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。哎，其实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们，市里给你们两个都安排了工作，但是赵刚现在的样子。江先生，赵刚的腿明年开春就一定能好，那工作的事情可以等到开春再让他去吗？这个工作本就是为了你们定下的，自然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了。但是田同志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这个冬天怎么过？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去工作，让赵刚在家养伤。江先生，你能告诉我，我的是什么工作吗？本来想要你去医院了，但是现在医院中现在满了，只能先让你去大食堂待上一段时间，以后有机会再调回医院。江先生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去。田同志，你再好好的想一想，在那里包吃包住多好啊！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能去。你们看看我这个家，3个妹妹这么小，还有一个吃奶的弟弟，现在赵刚还这种情况，我怎么可能去市里住宿呢？来回跑更加的不可能，所以我真的去不了，辜负你们的好意了。我的话让江先生和龙翔释然了，他们看看这个家中情况还真是这般。可是你们这一屋子小的小，躺下的躺下，这一冬天怎么活了？要不我回去给你们多申请点补助吧。江先生，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也不和你客气了，如果能申请多些补助，让我们度过这个冬天，我感激不尽。行，我回去就去申请。这时候西屋的一个声音传来，大姐，那是我堂妹，我去看看她什么情况。大菊，你叫我有事情吗？大姐，我和你就不遮遮掩掩了，我们直话直说好不好？好。大姐，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既然你和姐夫都去不了，不如让我二哥或者大哥去啊，你让他去了，他挣到钱我们2家分，这样都能过去这个冬天。我不仅把吃公家饭的机会给了别人，甚至还当着市委书记的面，还要把工作卖给别人，而且只给100元就彻底卖断工作。市委书记不仅不生气，还问我这如何操作。我可以让我堂哥去吗？然后让他给我一些钱，这样我和赵刚可以用这些钱过冬，而我堂哥也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。只是不知道江先生这里可以吗？你和赵刚的工作机会是上面指定的，没有说你们不去不可以给别人，何况现在看你们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去不了，你这个提议可以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吗？好，那我去叫我2个堂哥过来。没一会儿，田学庆两兄弟来了。大妮，你叫我们来什么事情吗？我对兄弟俩说了工作的事情，还有我的打算。2人闻言都愣住了。大妮，这不行，这工作的机会是你和赵刚的，你怎么能说卖就卖呢？吃铁饭碗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你现在不能去，是因为这一大家子等到赵刚好了，你再去不是一样？过冬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有我田学庆一口吃的，就不能让你饿到。这卖工作的事情不成。我闻言勾起了嘴角，而江先生目光也变柔和了，下意识话足以见人品。二哥，这件事情我是想了很久的，我要照顾家，短时间内我是没有时间的，工作的机会流失也太可惜，不如给了你，你给我钱，我们双赢。大妮，都说了你忙完了就可以去。二哥，什么时候能忙完啊？小五还那么小，还有3个妹妹，我到时候能扔下哪个去市里？我带着都去市里也不现实不是？所以这个主意现在是最好的。田家二哥，我也觉得田同志说的不错，他的现实情况在那里，不适合去市里工作，如果有个值得他依靠的人代替他去也很好。行，大妮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按你说的来，不过以后工资我们1人1半。二哥，我知道你这样决定是好心，但是我们再亲近也是2家人，工资1人1半的话还是不要说了，那样到时候分不清楚也不好，我们就一次清来的好。二哥，你和大哥谁去？我是老大，得在家照看，你去吧。行，大妮我去。我听到了，那我们就先小人后君子了，别到时候说不清楚。我问过江先生了，食堂工作1个月大约100元这样的工资，这样的工资不低了，这个工作我就卖1个月的工资钱100元。大妮，100元我们现在没有啊。我自然知道大哥二哥现在没有，所以我想让二哥分3次给，每一次给30多块钱，第一次给的时间在二哥去工作后，第一次开工资后就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行，大妮，我不是等于空手套白狼吗？二哥，你不用这样说，你也是要给我钱的。田学庆心中感激，工作的事情就这样的定下了。晚饭时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就连大菊也出来一起吃。大姐，我可以问个问题吗？你问。那我就问了，大姐，我的腿还能治吗？放心好了，能治。那大姐什么时候给我治呢？我一直都在准备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大菊姐，你怎么了？说话好搞笑，你准备有什么用？要我大姐准备好不好？我不是，我就是着急。大姐，我懂，不用解释了。大姐，
我明天告诉你。为什么要明天？田大菊发现语气不对，马上低下头。对不起，大妮姐，我只是担心，我真的不想自己永远躺着，我想要站起来。大菊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你放心，我会治好你的。明天我给你答案。我听大姐的。晚间，我给赵刚洗漱过后，赵刚说话了。大妮，大妮，背后说人不是君子所为，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，你那堂妹田大菊，你要小心她。赵刚，你大妮，我不是背后说人三四的人，我今天提醒你，是真的担心你们姐妹。你虽然坚强聪慧，可是毕竟心软，遇见对你们心怀不轨的披着羊皮的狼，你们就会任人宰割。赵先生，你这样的长篇大论是要告诉我什么呢？那个田大菊是狼，不对，是披着羊皮的狼。是也不是，我那个披着羊皮的狼指的是所有心怀不轨、背后有鬼的人。你的意思是大菊对我们有坏心思？赵刚，你想多了吧？我承认大菊现在是有点小情绪，可是她一个女孩子，腿成那样子，着急迁怒一些也有情可原吧，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大妮，我也这样告诉你，如果她像一个孩子一样的，我反倒不担心。但是今天我分明看着她对你那么的不满，甚至有埋怨，可是她却什么都没有说，这样绝对不对。也许可能吧，算了，别想了，反正我治好她的腿，就让她回家，以后少来往就是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管了，可那是发布的任务，不让改啊。次日，我知道做好饭了，龙翔也没有再来。赵刚，你那个朋友呢？昨晚吃晚饭不是还让我做好他的饭吗？啊，他啊，昨天说有事情先走了。他是一个公子哥，自然不会在我们这里待长。田大菊被搀扶着过来吃饭，他目光时不时地看向我。昨天没有和空间联系上，开启不了手术系统实体化，自然无法给田大菊做手术。赵刚自然看见田大菊的目光。大菊，大菊，以后吃饭你就在西屋吃，不用来回折腾。戴姐夫，我不怕折腾。我没说你怕，你大姐忙，我又躺着不能动。二丫和三丫太小了，一天2顿饭来回抬你4回，虽然不远，可是他们也累。因为吃了一条鱼，这人就得了一种病，这种病十分难以痊愈。它不仅可以让你丧良心，还可以背刺救过你的人。就像现在的田大菊已经病入膏肓了。这鱼真香，田大妮一起炖了2条，真不会过。家中不是还有伤员吗？2条鱼分开熬汤，给我补身体，能补多长时间？要不说田大妮自私呢，什么她心中都是想自己，没有别人。鱼炖好了，田学兵也到了。学兵哥，你和牛粪帮忙把大菊抬出来。不多时，所有人都做好了。田大菊看着鱼馋了，筷子飞速地动着，那速度快得让我直皱眉。吃饱后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田大菊叫住了我：“大姐，你什么时候给我手术啊？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要等多久呢？我知道你忙，可是我真的想要快点好，这样希望又失望的，我都要疯了。”赵刚的脸马上沉下来了，这话说的好像在骗他一样，我也听出来了。明天早点做完，早点滚蛋，我伺候出来一个祖宗吗？真的，大姐这回不会骗我了吧？哎呀，这刚吃完饭，饭菜还没逛完五脏庙，消化不到位，没成屎呢。这句话意思是，刚吃完人家的饭，怎么就开始喷粪了？王八羔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我自己刚吃完还没消化呢。我怎么了？田大菊，你耳朵不好使，嘴巴也这么臭啊？你就是在说我。我说你什么了？你那话不就是在说我吗？哥，你就看着我被欺负了。牛粪，别和大菊吵，她再怎么说也是女孩子。赵刚听这话就是牛粪挑事，张嘴就要怼，我直接叫住了他。赵刚，大哥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你别忘了将大菊抬回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田大菊大嗓门就在喊做手术的事情，现在就做。真心受够田大菊，我让二丫将南屋烧了火，搭好了木板床，将人抬到手术台上。嘿，牛粪二丫，大姐现在只能相信你们。大菊的粉碎性骨折，做起手术很难，也不能有一点的差池，所以你们2个守住门口。我没叫你们的时候，千万别进来，也别让别人进来。手术在系统里做了整整几个小时，做好了之后，我艰难地打开了门。大姐，你的脸色好苍白，还好吗？我没事。二丫，去叫三丫来，让她在这里照顾大菊。我刚说完这句话，三丫，别忘记了给大菊看着点滴，看住了。说完这句，整个人晕了过去。没想到这一晕，3天过去了，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妹妹带着弟弟。大姐，你刚刚醒，还很虚弱，还是好好的休息吧。小五没有事情，只是闹觉。大姐，你怎么睡了那么多天，比小四还要懒？是大姐不对，我怎么会在西屋呢？大姐，前天你给大菊手术之后就晕倒了，大菊占了一个屋子，我们就将你抬到了西屋，不想你一昏迷就是3天，大姐夫都要急死了。对了，大姐你醒了，我要去告诉大姐夫一声。
赵刚急忙赶来。大妮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突然就晕了？我是累了，你呢？这几天好吗？我很好，就是担心你。大妮，你忘记你担心我的了，永远不要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地步。可是你总是忘记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大橘呢？他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大姐，以后你别管他了，那就是一个白眼狼。怎么了？大姐，你整整昏迷了3天，这3天他没有问你一句，最可气的他还说些狗屁话。他说你是装晕，就是为了不好好的给他治伤。这人自私到什么程度了？然后大姐夫气愤的让牛粪哥叫来了学兵哥。学兵哥来的时候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最后还是带走了田大橘。算了，也别生气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以后尽量少来往就是了。我真会是真的认识了田大橘的真面目，真不是东西。晚上大家都熟睡时，我又进了空间。主人，恭喜你了，支线任务救治田大橘已经彻底完成，奖励1品蜂王浆，获得1得1分，空间额外奖励主人10份草药种子，请问主人是否接收？破空间，支线任务怎么就这么完成？田大橘现在还没有好呢。主人，支线任务是你帮助田学庆一家分家，已经成功，事后他们自己又回去了，和您没有关系了。第2个要求，治好田大橘的腿，你的手术已经成功，如果他自己不好好休养，与主人也没有关系。这点不错了，你这个坑爹的破空间，可算有一点是不坑爹的了。除此之外，额外奖励主人药材种子。我还要在空间里开启种田生活？准确来说是的。我拿起手套戴好，看看空间，将能种的全都种满了。等意识回归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大妮，你醒了？二丫他们姐3个呢？牛粪说要去抓鱼，二丫他们待着没意思，也去了。捉鱼？去河上了？安全吗？没事，现在不是初冬，河面已经冻得很湿上了。再者有牛粪看着，那小子还挺靠谱的。也是。蛋姐，你快看看4丫。牛粪浑身湿漉漉的，抱着同样湿漉漉的4丫。这是怎么了？4丫掉进冰窟窿了。我拎起院子中的木棒就往我爷奶家去，因为我要杀了他们，为我的妹妹报仇。只是因为他们推了我妹一下，妹妹却生死未卜。我走到田家老宅。谁呀？啊？干什么？徐老太走了出来，看见站在院中的我。田大妮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个小崽子，你怎么不死了？你个小贱人，来砸我家的门，你个卖炕头的贱人！我冷冷地看着徐老太，我颠颠手中的木棍子，抬腿就向2房走去。你个小贱人，你干嘛去？你去你二叔家做什么？2房屋中，田学龙和田月月坐在炕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掂着手中的木头，下一刻冲了过去，照着2个人就打。妈，爸，疼！田大妮，你要死啊！救命啊！田学龙和田月月痛苦的叫声传了出来，孙翠莲冲了进来。田大妮，你做什么？敢打我的孩子！田大妮，你敢打我的孩子，我弄死你！孙翠莲抓住了我的头发，狠狠地扯着另一只手，留情地打着我，狠狠地一推，将孙翠莲推倒，继续上前打着田学龙和田月月。妈妈，疼！救我！孙翠莲从地上爬起。田大妮，你给我停下！2人的惨叫越来越惨烈，突然我被一股大力抓住了，刚看清楚，来人一个大嘴巴扇在了嘴上。我继续堵在炕下，狠狠地抽着2人。我操你妈的！你来劲了，你给我耍横，耍啊！打到我已经成了血人，但是我仍咬着2人不放，直到昏死了过去。我也被人拉住了。丹姐，别打了！大姐，你别打了！大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2丫。大姐，你别吓我！我的脑子清明了，眼中出现了2丫大哭脸。乖，别哭。大姐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。我转头看着2个猪头，看着院中的田家众人，他们把我妹妹踢到冰窟窿里，你们感觉我的妹妹们命都见识吗？但是在我田大妮心中，他们就是天，谁敢碰他们，我绝对饶不了。你们再敢碰我妹妹，我弟弟，我大不了和你们同归于尽，咱们谁也别活。我嘴里的血流了出来，目光冷冷地看着田家的所有人。不想活，那就来。田家女眷都躲在男人身后，这副样子真的很吓人。丹姐，我们回家。2丫哭得说不出话来，但这一天她永远记在心里。我回到家中时已经晕了。大妮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是我最爱的人，你在我的面前被人打成这样，你在我面前豁出命来维护这个家，你让我这个做丈夫情何以堪啊！而我不要命的打斗震撼了所有人。3天过去了，而我陷入了黑暗之中，正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了2道声音。喂，我说贾道学，你还要等什么？你真的要看着他死啊？
他可是我们的主人，我怎么会想让他死呢？恍惚能看见2个小人站在那里，一个一身白色衣裙，一个一身黑色装。你们是？主人你好，我们是神魔空间的精灵，我是代表黑暗的小恶魔，恶魔精灵，这是代表光芒的精灵，天使精灵。恶魔与天使，空间精灵，我要死了！现在我有些懵，等下我顺。第一，你们是恶魔与天使，空间精灵，这个不难理解。然后我们就来顺第2件事情，为什么我要死了？主人，这要从你去找田学龙和田月月的事情说起。我有些不解，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主人，那天你看见4丫落水，我们在空间就感觉你不对了，因为你心中充满了仇恨。你应该知道，逆天的东西都是要顺天应命，还有心存善念的。所以空间为了交代，处罚你关闭了手术系统。我明白了关闭手术系统的事情，我为什么快死了？主人，这就是你自己作的。你打田学龙和田月月的时候拼命了，手下没有轻重了，孙翠莲和田二和夫妻在，你身上的伤还有5脏6腑都被他们打伤了，再加上空间的处罚，你的精神力受创，更加的雪上加霜。好吧，这点我知道了，富贵由命，生死随便吧。小天使飞到我的面前，主人，你要死了的话，谁还能保护你的妹妹弟弟呢？是啊，主人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1次，但是你可以过2次。第1次你过得不好，是你倒霉，是坏人太邪恶。可是第2次了，又有空间系统再生，你还过不好，半途死了，你是不是太逊了？2位，你们2个可是空间精灵啊，没有我，你们还能找别人呢？怎么好像很怕我死去呢？主人，我们是害怕，我们绑定了你。如果你寿终正寝，我们可以善终。但是主人死于非死亡，我们只能等着被分解了。是啊，主人，你就忍心看着我们消失吗？好吧，现在说最后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让我提前看见你们？还不是这个假道学，主人现在危在旦夕，就是被送进去医院也医治不了。小天使的手中有灵雨丸，吃完了可以起死回生，可是假道学就是不救。不救就不救，小恶魔你也不要难为小天使，送我回去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让我醒一下，我想要看看我的弟弟妹妹们，告诉我丈夫帮我好好的照顾他们。小天使的眼睛红红的。我救就是了，但是主人，我救你是灵雨丸，也是逆天的，你吃下它等于又逆天重生1次，你要行善来化解恶感。怎么行善？主人，接支线任务吧，2年救万人于病痛之中，积攒功德来抵御你我这次的逆天而行。2年救万人，既然这般，那还是算了。其实我感觉活着挺累的，尤其是带着前世的记忆，我想要走了。我要死了，有人不仅可以救我，而且还让我有金手指，但我却并不想活着，我只想就这么睡过去，只因我救了人却还被惩罚。主人，这不是惩罚，而是给你的历练。人不能只想要好的，而不去承受坏的。一阴一阳谓之道，这是天地法则，不能更改的。你有了空间，就要比常人承受更多的规则。我正想说些什么时，突然上空传来了3丫的声音：大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起来吧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昏迷不醒，4丫高烧不退，2姐气不过去田家，被打了，现在浑身是伤。赵刚哥要疯了，好在牛粪看着他。大姐，你不醒过来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三丫不哭，哭声慢慢的消失了，空间中又恢复了仙雾。我给自己一个嘴巴，矫情个什么劲啊！我是长姐重生回来，不就是为了弟弟妹妹吗？小天使，我要回去。你说支线任务，我接了。好，主人，接受支线任务，然后我给你灵雨丸。我吃下了灵雨丸。主人，你要记住了，前世是前世，不要带着太多的怨念。赵刚坐在田大妮的身边，他整个人都荒废着，3丫端着粥。大姐夫，你多少吃一点吧。赵刚没有理会他。3丫怎么样了？赵刚哥吃了吗？哎，这样怎么能行呢？如果赵刚哥再倒下，你们几个怎么办？牛粪，别说了，如果要不是为了我们几个，也许我大姐不会变成这样。有时候别这样想。我操你妈个腿的，都给老娘出来！我告诉你们，不出来，一会儿老子就灭了你们。这几天就是这样子，徐老太没事就来找存在感。你个小贱人，出来了还不过来？你以为你们躲着就没事了是吧？你以为打完人随便就完事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打我孙女和孙子，我呸，都给我死出来！薛老太太，你这说的挺好玩的，好像人家大妮姐妹不是你孙女似的。哈哈，就是啊，你这新编的啊。
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吗？就这样的孙女你们要吗？田三丫，你叫你大姐出来，你让她给我滚出来，我今天就要看看她的心是不是黑的。田三丫吓得浑身发抖。不行，不能拆，大姐和四丫都生病呢。病？怎么不病死他们？丫鬟了身子还小姐的命，就他们那个贱命也配得病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不许说我大姐和我四妹。田三丫，你让我滚，我是你二婶，你让我滚，果然都是没大没小的小畜生。和他磨叽这件事情干什么？拿钱，小贱人，你还不拿是吧？你真是让我拆了这里啊！给我拆，都给我拆了！徐老太指挥着田二江和田三山，田二江和田三山要开始砸了。个阴冷的声音传来：你们现在敢动一下，我明天就敢点了你们家的房子，不信你们试一试。我有时候就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流着你们这种人的血，虎毒不食子呢？畜生还知道护着崽子呢。砸呀，怎么不砸了？不敢呢，知道不敢就不要来了。田大妮，我是你老子，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？说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要敢砸，我就敢点了你们的房子。不过我也告诉你们，你们动手几下我都记着，等到赵刚养好了，他再和你们算。两个男人都吓得退了回去。田大妮，你就算再厉害，也要讲理吧。我家薛龙和月月被你打成什么样了？打成什么样了？我不清楚，可是我被你们打成什么样子，众人可是都能看到的。四丫是被田薛龙和田月月推下冰窟窿的，现在还高烧不退，我是不是要送他们去公安局？这可是谋杀！周围的人一听，看看田大妮的样子，大多数的都信了。你们听他的话，他那就是狗屁话，不过就是和二丫三丫打架，不小心撞了四丫。你这个做大姐的往死了打薛龙和月月。孙翠玲想着，躺在炕上，她依然不退缩。田大妮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薛龙和月月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豁出这条命，我和你没完。孙翠玲整个人疯狂了，我看着她的样子不像是装的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四丫出事的话，我也饶不过你们。你个分不清楚里外的东西，整个秀水河的人谁不知道？铁四丫不是田家的种，他妈他爸都不要他了。你和你妈一对分不清楚里外的贱货，护着养着。你给我闭嘴！四丫3岁的时候，你们把我老给我妈的嫁妆都要去的时候，就说了，以后谁也不许说四丫不是田家的孩子，你们都忘记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屋内传来二丫的急声：大姐，你快来，四丫抽了，大姐。来到屋中，四丫在炕上浑身抽搐。对不起四丫，大姐应该早点醒的。三丫，你去给我抓药。牛粪，你却给拿酒。我开始为四丫降温，这时候的酒都是纯度数，所以降温很快。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生怕会找他们麻烦，也都移散而去。主人，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发现已经身处空间之中了。怎么了？我怎么自己进来了？主人，这是空间的另一个功能，在主人过度虚弱的时候，空间会主动召唤主人的身体进入空间休养。我怎么没看见小恶魔和小天使？主人，不到3级你是看不到我们的，而我是他们合力生成的仆人，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是按照他们商量好的意见去做。第二天还没睡醒，就听见一阵吵闹。田大妮，你给我出来！小贱人，你给我开门！